高达 C 的中没啥战绩的洋电子炮，原来是这么逆天。如果现在让你立刻说出高达 C 的中洋电子炮有啥好的战绩，你能想起哪些？估计除了第一季最后大天使号和主天使号的对轰，也没啥别的了吧？不是不让用，就是一路吃瘪。タホイザー起動、車線軸コントロール移行、照準、敵モビルアーマー。再加上它的光束颜色跟自由圣盾他们打出来的红白夹心炮差不多，是不是有很多人会以为这就是一个大号的光束炮罢了？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。首先要说的是，剧中的各种红白夹心炮虽然长得都差不多，但原理是完全不同的。像是以强袭炮装为代表的等离子炮，它也出现于自由高达、强夺高达、脉冲高达、扎古勇士以及命运高达身上。原理简单形容就是将大量的高热等离子体一股脑的喷出去，大家可以想象成是把电浆给射出去了。优点呢就是温度极高，威力巨大，远程攻击下精度较高，且只要功能充足就能够实现较长时间的照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驾驶员甩下炮口，就能形成范围攻击。男性观众们想象成自己小便时的样子就行了，女性观众就只能想象成水枪了。话说看我视频能有女性观众吗？而以圣盾高达为代表的附列卫相能量炮，它也出现于灾厄高达、深渊高达、混沌高达、毁灭高达以及强袭自由高达身上。原理是将多个能量发射口按照规则排列，通过调节每个能量发射口所发出的光束相位，来达到集合成一道巨大光束炮的效果。优点是每个炮口相对较小，且配有独立的散热，所以整体散热效果比较好。炮身也便于小型化，威力也很强，高供能的情况下也能够进行照射。像强袭自由这样的核能机可以极大提高它的威力上限。只不过虽然射程也不错，但由于是集成型光束，远距离攻击的情况下容易打偏。这里也顺便提一嘴强袭自由与命运的对炮，其实就是等离子炮与附列卫相能量炮的对轰，二者威力都很大。你别看强袭自由那个炮口好像小一些，但这也是得益于附列卫相能量炮便于小型化。俩驾驶员配对也很有意思，吉拉就喜欢打人家武器，所以照着命运的炮打，而飞鸟呢就喜欢打驾驶舱周边，所以照着强袭自由的腰打。二者光束轨迹也刚好重合了。你看看我这帮编剧员的，万代不给我点工资都没天理啊！而之所以这些武器会是红白夹心，是由于射击后炮口附近会产生感应电离，相对高能的粒子会排在外侧，相对低能的粒子排在内侧，就形成了夹心炮的样子。刚才说的两个呢都是能量炮的范畴，洋电子炮可就不同了。像存在于咱们身边的电子都是带负电荷的，而洋电子炮发射的电子正如其名是带正电荷的。当阳电子与电子接触以后，便会发生物质湮灭，释放出相当庞大的能量。设定集中有提到，湮灭所产生的能量是同质量U235在核分裂时所产生的能量的1000倍以上。当然了，这并不代表它有1000颗核弹的威力啊。虽然在早期设定集中有提到，洋电子炮在精确打击下威力凌驾于核武器之上，但并不是说它的总和破坏力比核武器要强，而只是对精确目标的小范围伤害要比核武器更有效率。同时，湮灭还会产生大量的伽马射线，这就是剧中马流提到的在大气圈内使用洋电子炮所带来的污染。不过也有说法是，这种伽马射线不会有残留，只是会在生成的瞬间对人体产生不可逆的损伤。具体是如何呢？就等弹幕大神们来解释吧。总的来说洋电子炮可以视为是一种反物质武器了。木叔所驾驶的强袭能够在洋电子炮下撑那么久，确实是化不可能为可能了。因为就算洋电子炮出力没打满，咱就按50%来说，在剧中那个距离下，瞬间把强袭吹成灰还是绰绰有余的。而打到强袭身上以后产生的伽马射线，也足以让木叔当场直接细胞分裂了。为什么能活下来，连万代自己都懒得圆了。关于洋电子炮呢，还有一个小知识，那就是大天使号的洋电子炮叫罗安格林，密涅瓦上呢叫唐怀瑟，